蟠桃宴上再次陷入了沉寂，不少仙神都在思索今后该如何面对这位长庚爱卿。玉帝身中威压浓郁，老君依然是古井无波。李长寿犹如无事人一般漫步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之前，给了那6名老道一个不挺拔的背影。这一具指导人只有金仙境的实力，散发不出太多的威压，但是此刻却如同一座高山，给人一种难以跨越之感。西方教6老道此刻已经谈不上再如何进退，他们被李长寿的一记快拳打空了手中之牌，除却坐在那儿思量后面之事如何算计，就只能等待蟠桃宴结束。此时李长寿的所占之位，就是对西方表明态度。若他们在暗中怂恿西海龙族搞事，跳出来一个，他李长寿就砍一个。今日老君在此，天庭天地驾前，容不得他们西方暗搞伎俩。忽听远处传来了一声满是绝望的龙吟，而后又是一阵霹雳炸响。众仙神龙族循声看去，只见那条褐色的苍龙冲开层层云雾，似要穿透天庭。但是它刚飞起1000丈，就被一条条比龙躯还要粗壮的雷霆锁链缚束，绑成了粽子般。10数名天将齐声大喝：斩！雷霆闪耀，那条褐色的苍龙被锁链直接绞碎。李长寿快步走回玉帝宝座前，做了个道揖，朗声道：陛下，孽龙已伏诛。长庚爱卿，龙族莫非不能上下齐心？李长寿微微一笑，朗声道：哈哈哈哈，陛下，依照小神对龙族的了解，龙族多贤能，多俊才，或许是四海承平已久，4位龙王鲜少显露威严，故才多了这般不明天时，不遵王命，以下犯上，狂傲无知之龙。小神愿以水神神位担保，四海龙族整体无恙，今日也是真心实意，愿归顺于天庭，效忠于陛下。李长寿话音刚落，身后的四海龙王做道揖，齐声道：吾四海龙族真心实意归顺天庭。他们身后那些龙子龙女、长老将领也齐声大喝：吾四海龙族真心实意归顺天庭。善。玉帝轻笑几声，再次站起身来，抬手虚扶。各位爱卿还请起身。李长寿退去侧旁，安然静立。玉帝朗声道：传吾旨意，封四海龙王为四海海神，辖四海，效天命，受4阶神位。四海龙宫以东海龙宫为首，加授东海龙王敖广为3阶正神神位，总领四海海事。四海龙王于龙宫内延续龙族之志。玉帝话音刚落，自通明殿中飞来了一道金光，金光中包裹着一道旨意，落在东海龙王身前，化作了一把金色的3尖钢叉。东海龙王面色无比凝重，双手将钢叉握住，其上金光闪烁，道道光芒钻入此地众龙的身躯。像敖乙这般已经洗清了业障者，得了一笔功德，而其他今日来此地的龙族，头顶各自冒出了一抹黑色龙魂，这黑魂又在金光中直接消散，业障洗净。众龙顿时激动莫名。那西海来的10多条龙面色略微有一丢丢的复杂。自此，龙族大义归于天庭，四海龙王为四海海神，同掌海神神权宝器。也就在此时，瑶池周遭云海翻涌，一朵朵金色云朵凭空凝成，迅速朝着蟠桃宴而来，在空中落下了一片金色光雨，天道功德。这些金色光雨大半落在众龙身上，小半落在了天河水军所属的天将天兵身上，唯独李长寿静静地站在那儿，没有半点功德沾身。各处响起奏乐声，李长寿缓缓闭上双眼，
玉帝见状微微一笑，并未继续开口，等李长寿心神归来。东胜神州某条河流中，李长寿在河水中探了个头，看着空中那漫天的金云，嘴角轻轻颤了一下。好多的功德呀，但是为什么我突然就有点不安呢？他小声地道了一句：感谢天道老爷降功德。上方金云顿生变化，竟然一瞬间凝成了道道金色闪电，一如天劫雷池，对着李长寿就倾倒而下。李长寿是满头的黑线，还好这些闪电毫无杀伤力，径直的就钻入了李长寿体内，让李长寿虚惊一场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连功德都是天罚的形状，哼！李长寿还想在心底吐槽几句，但随之又忍不住哆嗦了一下。这些闪电入体竟然转瞬就开始膨胀开来，一股股浩瀚汹涌的功德之力似乎要将他的仙躯给撑爆。但是功德并非是仙力，也不会真的爆掉，只是将李长寿的道躯各处填满。这一瞬，李长寿感觉自己像是吸满了水的海绵，宛若被挑衅的河豚，所拥有的功德迅速翻了几番，积累多年的香火功德都被挤到了角落。元神小人儿张口一吸，一股股功德之力归于元神，又显化于元神之外，凝成了一套金光闪闪的铠甲。李长寿粗略地计算了一下，此时自己已经能够凝出小半个功德金身了。龙族上天这辈功德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丰厚数倍，由此看来，龙族对于天庭确实是无比的重要。而李长寿自海神教与玉帝相会，一直到今日，步步筹谋，步步算计，于山门中殚精竭虑，数年思索，于四海中各处遨游，广撒纸人，斗西方，降血文，整叛军，灭金蝉，终于又一个12年顺利收尾，让他前功未弃，功成圆满。来不及多振奋，李长寿的身形化作游鱼，施展水遁消失不见。功德已是接完，本体自是要回山门藏起来。此前被截教一闹，现在的安全系数与隐蔽系数直线下降，还是要尽快的想个对策才是。天庭瑶池，李长寿收完功德，立刻回转心神，就听玉帝笑道：今有长庚爱卿经察南赡部洲水路，江河湖海需各路水神统辖，水路与海互通，各路水神由东海龙王与长庚爱卿拟定分封。长庚爱卿何在？李长寿连忙向前：小神在。龙族之事你居功甚伟，但今日刚为你进神位，不宜再增，待你今后再立功劳，一并奖赏。小神多谢陛下厚爱。李长寿作揖道谢，而后便与众龙各回座椅。龙族大半喜笑颜开，全然没了此前郁闷憋屈之感。西海龙宫的座区倒是最为安静，但也都是老老实实，不敢造次。李长寿坐回自己的座位，一旁的东木公便端着酒樽相迎，说了几句恭贺的话。赵公明又拉着李长寿的胳膊，传声笑道：长寿老弟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还有这么雷厉风行的一面，一条老龙说砍竟然就砍了。形势所迫，形势所迫。李长寿笑着回了2声，但是他的指导人身形突然顿住，扭头瞪脸赵公明。李长寿紧紧皱眉，反手握住赵公明的胳膊。赵公明不由眨了眨眼，这是咋了？李长寿目战神光：老哥，你刚刚喊我什么？赵公明沉吟几声：啊，喊错了吗？这不是老君来了，想跟你再亲近点，就喊你名讳了。这个失礼了？没，并未。只是这长寿之名，老哥你从何处听来的？前2年我去3仙岛上听3妹4妹偶然提起，
赵公明此时已经是明白了什么，也皱眉看着李长寿。这事儿可有什么要害之处吗？无事，只是感觉有些惊讶，一时不太适应。李长寿已经恢复了镇定，笑道：我已经许久没有用这个名号在外走动了。老哥，你可曾将此事告知旁人？自是没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还请老哥代为保密。李长寿低声道：我与西方博弈收拢，如今算是攻城大半，事后定还会有一番博弈，此名若是露出去了，极易被西方所趁。我修为远不如老哥，若有什么邪咒之法，恐生危矣。赵公明闻言满是郑重的点点头，还说稍后就去三仙岛一趟，叮嘱两位妹子，让他们千万不要对旁人再提起长寿二字了。对于赵公明，李长寿还是信得过的。但是此时李长寿已经是清晰地认知到，自己现如今的安保体系必须来一次大升级。小琼峰流浪计划已经迫在眉睫，绝对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。李长寿正自盘算着，忽听侧旁有仙子禀告：娘娘，蟠桃熟了，已是在送过来的路上了。这蟠桃盛宴总算要正式开始了。与此同时，渡仙门小琼峰上，湖边草屋中闪耀起淡淡仙光，一抹倩影自床榻飘起，悬浮于半空中，身上的仙裙轻轻飘舞，四面八方吹起了向他而来的微风。这是什么境界啊？灵娥的心神自悟道中回返，仔细感受着元神道躯的诸多变化。自查内视，算是职业炼气师脱离闭关状态后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。灵娥内视自身，空灵轻快的心台，宛若山泉溪流一般的仙力，清静无为，又带着几分俏皮的道韵。穿着小仙裙的元神小人儿在那儿一本正经地打坐，仙躯各处与元神联系无比紧密，这道躯已经是达到了纯澈无垢、空灵清幻的程度。天仙境！灵娥的心境泛起了些许波澜，自己竟然已经到了天仙境了。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嘛，毕竟师兄一路带着我，这些应该都是在师兄的安排之内。念及于此，灵娥也是有点幽怨，总有一种这辈子都被师兄安排好了的感觉。真仙寿元不过会，天仙境之寿可过一元。在洪荒中，元会也有两个概念。天道之律，一元为129600年，一元又分为12会，一会为10800年。按理说一元会应该是元乘以会的长度，但是大多数情形之下，提起一元会都是指元的刻度。换而言之，自己哪怕今后再也没有办法突破，也可以陪在师兄身旁129600年。这么久的时间，也不知道师兄会不会烦了我。灵娥的心底嘀咕了一句，元神小人儿也露出了几分忧愁之感。仙石缓缓扫过，整座仙门的情形呈现在了他心海。心念微微一动，湖中灵鱼轻轻甩尾时在水面荡起的波痕也仿佛在心海荡漾，通透、清晰、温柔、舒畅，若一叶轻雨漂浮于天地，似一只蝴蝶徜徉于花间。身子感觉无比轻灵，宛若要伴着深州的灵气飞起来。灵娥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，那双眸子转换睁开，宛若星沙般的灵光自眼角挥散，清澈的眼波微微荡漾着。他发现自己漂浮在离地3尺处，已是缓缓落下。如软裙摆垂垂落，青丝披散微微摇。张开双手，
低头看脸自身，却觉自己变化了许多，但又像是没什么变化。视线不经意间瞥到了指尖，又发现仙躯的肌肤宛若凝玉般白皙透亮，手指轻轻互掐几下，竟还能如此柔滑。哇！灵儿小声赞叹着，顿时爱不释手，在身上戳戳捏捏，脸蛋儿都变得红彤彤的。仙师捕捉到了隔壁草屋中自家师兄的身影，顿时一阵欢喜。师兄兄在给我守关，不对，好像是个停了活动的指导人。哼！灵儿鼓了鼓嘴角，随后就想到自己师兄应该是在忙碌什么，也只能大放一次，继续原谅他了。正此时，他才看到摆放在桌子上的蟠桃以及床边放着的纸条。灵儿刚要将纸条射到手中，随之就想到了什么。有问题！灵儿那双眸子轻轻一眯，自袖口拿出了一只纸人甩了出去，而后自身退到了屋门旁，让纸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张纸条。正一心二用，一边与东木公为四海龙王敬酒的李长寿默默注视着灵儿的动作。哼，瞧给这孩子吓的，这么多年其实也是蛮苦的，所以以后对他呀也就更严厉一些吧，毕竟实力提升得太快，心性尚且不足。很快，灵儿读罢纸条上的内容，不由将目光看向了那3颗桃子。天界蟠桃，吃了就可增修为、提仙肌、美白肌肤、汇聚灵气。哼，我不信。